正如四大天王有5人一样，明末3大案其实是4个案子。这4个案子都有一条主线贯穿，那就是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，AKA 党争。不过在妖说案之前，还有一个案子也值得关注，那就是伪楚王案。和其他案子一样，伪楚王案的背后也是党争。明朝各藩王中，身世最不明白的、血统最有争议的，当属楚定王朱华奎。他的血统不仅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，而且在史官笔下也相互矛盾。说朱华奎，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楚恭王朱英先。楚恭王年少袭封，在位21年，可惜是个短命鬼，于隆庆5年薨逝，时年31岁。除了短命，恭王还身患一项非常特殊的病症——肺疾。肺疾是一种什么病？礼记云：鳏寡孤独，肺疾者皆有所养。可见，肺疾就是指身体有重大残疾。至于恭王是哪里残疾，实在不详。不过有野史称恭王喜好男风，热衷搞同性恋，故子嗣稀少。不过楚恭王还是有2个儿子的，他们一个叫朱华奎，另一个叫朱华弼。关于这2个儿子的身世，《明史·郭正玉传》说华奎、华弼兄弟是恭王的孪生姨父子。同时又说，也有人说华奎、华弼兄弟均非恭王的亲生儿子，而是楚王妃抱了自家哥哥的庶子过来，说是楚恭王的儿子。为什么明史会同时记下这2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？因为楚恭王究竟有没有亲生儿子，确实是明末历史上的一大疑云，至今未有定论。而楚王是否有儿子这件事，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。万历31年1603年2月，朱华棣托宜宾元焕向朝廷递上奏书，声称如今的楚王朱华奎并非楚恭王的亲生儿子，而是楚王太妃哥哥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。由于朱华棣的妻子是王如言的女儿，想必朱华棣这里确实知道一些内幕。伪楚王案一事正式拉开帷幕。为了防止身世被炒作和保住王位，朱华奎没少贿赂内阁大学士沈一贯，希望他帮忙消除影响，以正视听。沈阁老也很上道，让通政司把奏书压下，并未递交给万历皇帝。6月余，楚王朱华奎的奏折也到了。这封奏折主要是细数朱华棣的罪状，两人相互攻击，但此时万历皇帝仍然毫不知情。根据郭正玉所说，朱华棣的奏折之所以被压，是因为首辅沈一贯要压下奏折。沈一贯此人在我们之前的影片中讲过，他是这党的创始人，万历27年党争的最终赢家。当时明廷曾计划组织20万远征军东征日本，就是在他的影响下不了了之。由于元焕苦告不去，加上朱华棣携带29名朱姓宗亲一起联名的奏书亲至京师，去礼部等处诉冤，这件事终于捂不住了。于是通政司让朱华棣把积压已久的奏折更改日期后，终于上呈到了万历皇帝那里。万历31年6月，朱华棣向礼部举报通政司压下奏折，楚王朱华奎广行贿赂等情形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郭正玉上书请求皇帝立即下旨处理此事，于是伪楚王案终于提上了议程。党争公节这时正式拉开序幕。万历31年7月初8日，在郭正玉的建议下，万历安排赵可怀、殷朝清与楚地官员一起详细审问案子，但此次调查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果。于是万历要求九卿、科道官共同商量这件事，并在9月5日将意见汇集上报。9月初5日，礼部左侍郎李廷基和右侍郎郭正玉将议事诸臣的奏章抄誊上报。由于天色已晚，二人担心全部抄录难以及时送至宫内，就择其要者抄誊上报。此举遭到御史康丕阳等人的怀疑，于是各方就此事开始吵架。参与者主要分为2派，首辅沈一贯一派，以御史康丕阳、给事中钱孟高、杨英文为代表；然后是次辅审理一派，以礼部右侍郎郭正玉为代表。审理与沈一贯并无关系，只不过都姓沈，算是本家。沈一贯因此想与审理攀关系，不料被刚正不阿的审理断然拒绝，双方就此结下梁子。这次找到由头，双方吵得相当激烈。沈一贯派系指责郭正玉有意摘取诸臣建议，意图谋害诬陷楚王，后者反击指责沈一贯偏袒楚王，收受贿赂，阻止调查。沈一贯派系在上书诬陷郭正玉因父亲被楚恭王鞭笞，所以意图报复。吵到最后，万历谁的话都没有听从，
并未再次调查此事，而且采取和稀泥的态度。由于此时朱华奎继承楚王位已经20年，万历以年远无据为由，直接将朱华奎定性为真楚王，然后将朱华氐等宗亲废为庶人，禁锢高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郭正玉也因为此案而辞去了职位，原身为赐府的沈礼也遭到波及，要以病起休，最终万历下旨温言将其留下。可以看出，此次争斗以沈一贯的这派胜出而告终。沈礼与沈一贯素来不和，郭正玉为沈礼的门生，再加上为楚王案中郭正玉与沈一贯等针锋相对，后来妖书案掀起的针对沈礼和郭正玉的腥风血雨，其背后用意不言而喻。虽然万历皇帝为了将事态控制到最小，所以用一纸诏书结束了为楚王案，但民间对于此事的讨论并未停止。据沈德福记载，他有个同乡名为沈章廷，在楚恭王手下做官，主仆二人相处得十分愉快。有一天，楚恭王突然说起春申君和吕不韦的典故。春申君是战国楚人，他把怀了孕的妾室送去楚王身边，最后让自己的儿子成了楚王，而吕不韦就更加出名。民间传言，日后的秦始皇嬴政就是他的私生子。沈章廷也是个读书人，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拼死也要拒绝楚恭王的好意。楚恭王当时没有再坚持，但事后还不死心，把小沈吓得带着全家人一起逃回老家杭州了。从沈德福记载可知，民间有传楚恭王是个同性恋，且有寻找儿女为晚年做打算的意图。而根据另一个人高鲁士的记载，当时的巡案潘之祥说，楚王朱华奎与王如言相貌酷似，而且此事在当时的湖北官场并不是秘密。楚王朱华奎从万历8年嗣位，历经神宗、光宗、熹宗，到了崇祯16年，朱华奎做了63年楚王。同年5月，张献忠兵临城下，大军围攻楚都武昌。在生死存亡之际，朱华奎这个守财奴库中有的是金银，却不肯拿出1两来犒劳连日来风餐露宿的守城将士，导致上下离心，最终武昌沦陷。关于朱华奎的结局，明史《朱王传》称张献忠兵至武昌，把朱华奎和其他明朝宗室一起沉到江里淹死了。相比而言，小舔今年记载的更细致，说张献忠把朱华奎进了猪笼。朱华奎是明朝楚藩最后一代楚王，谥号定，史称楚定王。在位63年间，朱华奎成为了朝堂党争的关键人物，见证了大明帝国的日趋衰败，而他本人也成为最窝囊的牺牲品。